这是80亿男子都想召唤出的咒之邪灵，只因他的固有能力就是能够实现任何愿望，虽然代价是要被取走一样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作为交换，但除了我之外却无人知晓。咒之邪灵的这项条约存在着一个致命性的漏洞，原来前世的我是这款名为帕拉迪索游戏最权威的玩家，却由于过度熬夜突发脑梗猝死当场，阴差阳错下就成了这游戏里一个 F 级领地的废物领主。可我秉着没有垃圾英雄只有垃圾玩家的原则，再加上我有着前世的记忆作为秘密武器，将这垃圾领地晋升成大陆最强也只会是时间的问题。不过唯一让我懊恼的就是这具身体简直比猪还胖，不仅导致了我的寿命整整缩短了18坤年，就连我的各项能力值都低到连条狗都打。要知道再过10年这片大陆就会掀起一场巨大的浩劫，所有的领地和国家都被卷入其中，参与阻止魔王毁灭世界的行动。若是像原身一样摆烂的活下去，最终领地的下场唯有灭亡，那我岂不是又得再死一次？不行，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结果下一秒椅子由于承受不住我的质量，当场就被我压成了稀巴烂。可我明明记得原主杰瑞德在小的时候绝对是妥妥的潜力股啊，怎么到长大后的反差竟如此之大？于是为了活得久点，我首先得赶紧减肥让这具身体瘦下来才行。至于这一世的人生目标当然也得有，那就浅浅来个成为大陆最强勇士兼一统天下的明君。而在之后的我赶忙来到了领主的办公室，我必须抓紧时间找到父亲留给我的遗物。这时女仆海斯突然走过来，在得知我是在寻找父亲的遗物后，她凭借每天打扫办公室的记忆，轻轻松松就帮我找到了，为此我相当的感谢她。反观海斯则是高兴极了，她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为了得到领主的一句认可，仅此而已。不料下一秒我却是命令她离开我的办公室，这让原本还心情大好的海斯瞬间摸不着头脑。她隐约觉得今天的我跟平常根本不像是一个人。与此同时，我开始对着父亲的遗物注入魔力，你没有猜错，我就是要打碎掉它。凭借我是名4级的魔法师这唯一的长处，刚好有足够的力量将封印在里头的家伙给召唤出来。虽然我很对不起父亲的良苦用心，毕竟这件道具的能力是对我的魔法成长有所帮助，但我相信父亲绝对会理解我，逆转我人生的命运就只有这一次机会。而就在下一秒，只见此刻赫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正是封印在道具里的邪灵伊莎贝拉。愚蠢的人类，是你召唤的我吗？闻言我给予了肯定的答案。那就告诉我你想要实现的愿望吧。我想要一个技能，一个能洞穿任何人属性值以及倾向的技能。伊莎贝拉同意了，但作为交换的代价，她会取走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东西。若是金钱，她便会剥夺我的全部财富；若是家人，她便会当成零食吃掉。此刻我表现得很是震惊，因为伊莎贝拉正在翻阅我脑袋里的所有记忆。不过我很快就由震惊转变为了邪魅一笑。看来关于我最珍贵的东西你很喜欢。只见伊莎贝拉止不住地嘟囔着嘴唇，身体也不受控制地向我靠近而来。这便是我已知邪灵的交换条约存在的致命漏洞。条约中可没有明确规定，不能随意更改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东西，所以就让守护了34年贞操的我勉勉强强接受你的爱意吧。反观伊莎贝拉则还在拼命挣扎着，她实在想不明白，一个人类居然想得到邪灵的初吻，奈何条约她自己也无法违逆。就这样，我用了与邪灵彼此间的初吻，顺利完成了此次交换的条件。与此同时，女仆海斯拿着一大堆文件推门走了进来，这些都是我要求她给我找的并对我有帮助的文件。不过在接手之前，我示意让她先站着别动。没错，我准备试试这项洞察之眼的技能效果究竟如何。只见此刻一道关于海斯身体各项的属性值以及倾向的面板便显现了出来。在特殊倾向方面，它有相当多个，这种资质明显就是天生当女仆的料。至于外事 IA 级，这个得重点说明下，也就是说海斯至少暗恋了我10年。但是很抱歉，现在的我是干大事的人，根本不想谈一点恋爱。可就在我接过文件开始翻阅时，海斯突然紧张地把弄着小手对我说了句对不起，他表示下一次会努力做得更好的。他的话瞬间让我呆愣了足足2秒半，直到我找到了原主生前的记忆才明白了事情的缘由。这个无赖平时没事就喜欢欺负海斯，不仅所有的琐事都交给他去做，还不管他任务完成的好与否都要打他一顿。而就在我向他走过去时，出于条件反射，海斯下意识地闭眼准备接受惩罚，不料下一秒却是被我抱在了怀里。之前对你的态度以及所做的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在你面前表现出一副不像话的样子。所以为了我能够重新树立一个好领主的形象，你能否原谅我再次选择相信我？不出意料，海斯被我的真情所感动，眼泪鼻涕那是直接止不住的狂流。毕竟这女娃是暗恋我的，我一点都没有责怪过领主大人，我只希望能够一直留在您的身边。而我现在的身份是杰瑞德，自然他曾经犯下的错误都得由我来承担。在这之后，我告诉了海斯我的减肥计划，桌上的食物便是我要求海斯给我准备的。虽说难吃的雅痞，但像我这种体型想要快速减肥就只有这种办法，因为这些都是游戏里会对饱腹感产生不良效果的植物。而在这效果的影响下，此刻我的脂肪开始分解排出体外，热量的消耗也是平时的2倍。我能明显感到自己瘦了许点，可这玩意的味道感觉就跟变质的牛奶混着大酱一样。果然，即便是遍地可取的减肥食物，却没有人会去吃它也是有道理的。就在这时，一盘香喷喷的牛排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海斯表示这
是之前为了我的健康特意跟老厨师学的，如果这次不嫌弃的话。怎料他还没说完，我就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此刻我只想吐槽一句，杰瑞德你特么真就是个人间败类，这么宝贵的天使你也舍得欺负。而在边吃饭边翻阅文件的同时，我也知晓了自己的可利比亚 F 级领地处在大陆的最北端，并且这里遍地都是害虫、魔物、山贼等等威胁。不过越是如此贫瘠的地区，其存在的机遇也就越多，所以我必须尽快变强才行，否则根本就无法好好利用这个优势。突然，伊莎贝拉突然冒了出来，你居然敢耍我！老娘发誓在没收回洞察之眼前，我会一直折磨到你死为止。看来就算利用好了游戏漏洞，事情也可能变得越来越糟糕。算了，就当养了只宠物吧。等到了隔天早上，我便召集了紧急会议。然而在场的一些人却是窃窃私语了起来，他们感觉今天的太阳就好像是从西边升起一样。有一天，他们那个懒到不成性的领主居然会认真的看起他们所提交的文件。突然，领地的治安队长格拉加斯拿着酒瓶猛地砸在了会议桌上。领主大人，这文件有什么好看的？赶紧结束会议，我们去好好喝上一杯。这次我收到了很珍贵的酒，你一定会喜欢的。根据原主的记忆，这个家伙就是让这具身体变得慵懒的罪魁祸首。每次一到严肃时刻，他就会不断的诱惑我。所以要想可利比亚迅速发展，这样的害虫自然得尽快铲除。于是我对格拉加斯发出了灵魂拷问：我应该提醒过这次会议很重要，为什么你还喝到酩酊大醉？是不是不把我这个领主放在眼里？格拉加斯听罢人都麻了，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所认识的领主早就换了崭新的灵魂。无奈格拉加斯只好先服个软，准备好好解释一番。可我却连这个机会都不想给他，一发魔力导弹直接射爆了他手中的酒瓶。紧接着我还当着所有人的面废除了他治安队长的职务。我早就听说你滥用权力抢夺商人的精彩，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并且因为你的贪婪，导致了平民的生活变得疲惫不堪，纷纷开始不信任我这个领地的领主。还有的就是你居然私自在我可利比亚培养士兵，怕不是想要造我的反？不对你的罪行进行惩罚的话，我估计每天都不能安稳的睡觉。此刻格拉加斯看着我手中凝聚的火球，吓得他连忙转身就想逃离会议室，只不过他的速度怎么可能跟我的火球相提并论，直接就稳稳当当的命中了他的背部。你就庆幸我那严格执法的心才饶你不死的。从今天开始，治安队长的职位由拉基斯胜任。我知道他在我身边是不可多得的忠诚。先前我因为父亲的死自暴自弃，拉基斯却每天都来鼓励我重新振作起来。紧接着我郑重地告诉所有人，我会彻底的改正领地内的不正之风。若是不想落得跟格拉加斯一样的下场，最好给我老实一点，被我当场抓到就是死罪一条。随后我还对他们使用了洞察之眼，却意外地发现很多人的职位都跟自己能力不对等，这不禁让我对原主感到无语至极。看来我该要做的事情简直多到离谱啊！不过身后的老头奥利莲或许能在这方面帮上我的忙。而在之后的1个月里，拉基斯也是按照我的叮嘱，抓获了好些先前跟在格拉加斯屁股后的士兵，他们跟他们的老大一个德行，滥用权力、强收保护费等等等等。反观看着曾经欺负自己的家伙都被逮捕，居民们的心情那叫一个痛快。此外，拉基斯还向他们说道，领主已经承认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他说会优先照顾在领地生活的你们，扫荡罪犯仅只是开端，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优待给到你们。就这样不到2天半的时间，基本上领地内的所有居民对我的信任度也是重新回到了正轨上，而我不过是每天摸摸肚子就能增加魔力，这同样也是存在于这款游戏的漏洞，只要双手对着自己释放魔力，将其重吸收到体内就能轻松实现。虽然官方曾经也声明过这并非漏洞，但我却靠着这个办法在1个月里内提升到了12级魔法师。可就在这时，一个士兵突然急匆匆地跑来汇报，我们在宁韦派搜索的煤矿区内发现到一支隐藏在其中的盗窃团伙，还关押着来自各国各地的奴隶。于是很快我便携手拉基斯等一众士兵赶到了目的地，同时拉基斯也很钦佩我的慧眼，先前帮他挑选了众多具有潜力的士兵就算了，这次居然还能发现到跟随格拉加斯那家伙残留的余党。闻言我则是回应，这其实很容易猜得到，既然他们已经知道格拉加斯已经倒了，那自然就会选择躲在地下矿场这种好避风头的地方。接着我转身命令身后的士兵，这次我们不仅要铲除污染领地风气的余党，更是要扫荡逼人当奴隶的恶徒，最后救出所有被囚禁在矿场里的人。我们要为了咱们的可利比亚而战。而随着我们把守在矿场门口的小喽啰都解决掉后，接下来就不得不分头行动，毕竟这矿场里的岔路实在太多了，再加上敌方都是些持有武器的普通人，分头行动或许将会得到更快的围剿。与此同时，在岔路通道的一个房间内，格拉加斯余党的一个手下正拿着刀气愤地喊道，都是因为你的朋友，害得我半边的脸都被烧伤了，我要把你先杀了，再让你跟你的朋友一起陪我弄。怎料在他话落的瞬间，他却被门口的声音给吸引住了，才那点程度也配称得上烧伤。下一秒，只见一大团火球瞬间就将他给淹没其中，当即就把他烧成了空气里的尘埃。居然敢欺负我未来的大将，你小子活腻了是吧？随后我赶忙蹲下身子询问女孩的情况，可她却因为朋友的死还在伤心的哭着。见状，我本着还有回天的可能看了过去，但那孩子的灵魂气息早已不在身体里，就算是掌握了最顶级恢复魔法的人也无济于事。反观我看着女孩骨瘦如柴的身子以及粗糙的手，很是同情，在我没来之前，她肯定受了非一般的折磨。突然，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出现并大声呵斥道，都特么瞎嚷嚷在吵什么呢？而此人的身份正是
格拉加斯最得力的手下切德。与此同时，他也是发现到了我的存在。这不是我们的肥猪领主吗？你不在宅邸大吃大喝，跑来我的工作地方想干什么？听罢，我当即猛地起身，对其放出警告：有胆的话就再说一次，这里是谁的地盘？回答错的话，别怪我现在立马动手杀了你。可眼见我在手中凝聚起一发魔力导弹，切德却连一丝恐惧都没有，反倒是嘲笑我太不自量力了，居然在他这种魔法天才面前使用他最擅长的招式。接下来我就让你这头死肥猪好好见识下我新领悟的必杀招。而随着切德的一发雷霆闪电射出去后，虽然成功命中了我，但却丝毫对我造不成丁点伤害。切德人都看麻了，特么哪会有魔法师使用这种鬼招式？只见此刻的你使用了名为迅捷的初级魔法，直接在切德的周身制造了多道形如分身的残影，而刚刚被切德击中的不过就是我的一道残影罢了。反观切德那边也是想到了应对之策，他觉得我在高速的状态下肯定是很难改变方向的，既然如此，老子就把这周围整个都给摧毁掉。结果狠话是刚撂下的，嘴却是下一秒就歪的，一发魔力导弹直接让他先尝尝鲜，可这也并不足以将他给秒杀。于是我便开始了对他无止境的炮轰。你这家伙真是蠢到了极点，喝了酒就算了，居然还敢使用如此耗时间凝聚的强力魔法，这破绽都不用我自己找就摆在我的面前。等切德被我轰得毫无解数之际，我便拔出了腰间的佩剑送他去见自己的老妈。而随着我完成了与犯罪的战争和击溃地下组织的任务后，领地居民对我的忠诚度也是达到了100点，让可利比亚迎来了小的黄金期。在这之后，有关切德麾下的成员全部被处了刑，被抓来的奴隶们也在治安队的护送下陆续回归到家人的怀抱。至于女孩蕾娜的话，当然是留在我的身边。我真的可以去领主大人的领地生活吗？那是肯定的。要是把你送回去马略卡的孤儿院，院长肯定还会把你再卖掉的。况且我一直都在寻找能跟我一同迈向未来的年轻人才，若你肯来我的领地，我必会负责任的将你培养成一名出色的剑士。蕾娜听罢开心极了，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有朝一日我一定会成为可利比亚最强的剑士。他说的话虽对，但也不全对。根据前世的记忆，我知道他的未来相当牛叉轰天。在10年后掀起的圣魔大战中，他可是担任起了魔王军的先锋，面对着数千名玩家全力发起的攻势，他竟都没有丝毫惬意的凭借肉身全部扛下，可谓是魔王军中最强也是防御力最高的肉盾。所幸这回在击溃余党的时候被我给捷足先登了，这样就能防止魔王出手拉拢蕾娜。而在给蕾娜治愈的同时，他也是给我讲起了关于自己的故事。在1年前，蕾娜每天都会去偷偷看孤儿院的雇佣兵训练，她很羡慕他们的剑术，可每次也都被对方当场抓住，原因就是院长叮嘱过，绝对不能让身为孤儿的他们靠近。直到有一天，蕾娜告诉跟她相处的雇佣兵哥哥姐姐，院长准备给自己安排一个相当不错的工作地点，说是去当贵族人家的女仆。雇佣兵的团长闻言也是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他原本是打算找蕾娜加入他麾下的佣兵团。蕾娜当时表现的虽有些遗憾，但她对面前的哥哥姐姐甩下了承诺，总有一天她一定会成为像他们一样强大的剑士。听闻这话，男人则觉得好笑，他拔出剑来告诉蕾娜，光凭一身不服的傲气就要立足于世间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诀窍、天赋、努力以及意志。也正因他的话，让蕾娜第一次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的梦想。可这个梦想却很快被他的院长给磨灭了。明明说是去贵族人家当女仆，却被当作奴隶准备拍卖。而就在蕾娜感到人生迷茫时，另一道光出现了，他便是为了保护蕾娜而死的马尼。不仅在生活上处处帮助蕾娜，还告诉了她很多不知道的秘密，比如马略卡领地的孤儿都会被当成奴隶拍卖，同时也还是领主所支持的。就连之前对蕾娜呵护有加的院长，也跟他们是一伙人。可蕾娜表示她绝对会替马尼报仇的，她到死都不会忘记那时的话。我和你的人生都跟臭水沟没啥两样，可我却很羡慕你，你明明只是个孤儿，却拥有很酷的梦想。也正因如此，我才想要好好守护你。所以蕾娜，你一定要答应我，不要轻言放弃你的梦想。到这里故事也就结束了。而我在听后虽很感动，但感动并不能解决一切麻烦。接下来我肯定很快就会面对临城马略卡找上的麻烦，因为我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等到了隔天早上，我便继续启动我的锻炼计划。毕竟光减肥不提高身体素质的话，这具破败的身体迟早得遭罪。至于蕾娜，她的潜力简直恐怖如斯，一大早跑个全马，居然连气都不带喘来。说实话，我还真挺期待她变强后的样子。而在我吃减肥餐时，我收到了来自奥利连老头和阿维拉寄来的喜讯。其一是奥利连成功栽培出了一种叫做莱特利亚的农作物，这对于总依赖进口蔬菜的我们能减少一些支出。其二是阿维拉吸引了比之前多 1.5 倍的魔物猎人来到可利比亚，售卖出的魔晶石的收益比上个月足足高出了2倍。这时蕾娜突然说道，之前我的朋友说可利比亚就快灭亡了，但等我亲自来到这里，我才发现其实并非如此。不过这也仅仅是领地往好方向迈入的起步成绩罢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利比亚必会成为大陆上人尽皆知的存在。突然拉基斯急匆匆地跑来给我汇报一件离奇的发现，他说领地内的大部分区域都被莫名放置了魔物的尸体，同时他也表示自己愧对于治安队长这个职务，但我并没有责怪他，这起事件并未造成人员受伤，况且可利比亚本也没有城墙筑路，有些突发的情况挺正常的。可目前领地居民对我忠诚度已经达到了最大值100点，也就是说作案的肯定是城外的家伙。
就在这时，我被身后一道稚嫩的求救声吸引住了。求求你，只要你愿意帮忙的话，就算是要我卖掉自己，我也会凑到买药的钱。而卖药的见小女孩紧抓自己，也是连忙解释，就算你再怎么求我这里也没有你要找的药。闻言，我便询问小女孩究竟遇到了什么麻烦，同时周围的路人也是认出了我的身份。在得知我不是什么坏人后，小女孩告诉了我她的名字叫梅雅，她的妈妈得了罗内拉病，得赶紧吃药，不然会死的。此刻我的瞳孔当即猛地收缩，见我这般神情，卖药的也是跪下来求情，领主大人冤枉啊！罗内拉病几乎算是不治之症，治疗的药在我这种小商贩手上哪里可能会有？我当然清楚，能治愈这种病的献祭仔，除了大神官的祝福和伊蒂玛帝国制作的昂贵万灵药，别无他。这是一种形如肺结核的肺病，因为经常出现在地下城副本和存在野生魔物的罗内拉领地而得名。随后我亲切地告诉梅雅，快带我去见你的妈妈，我知道治疗罗内拉病的办法。画面一转，此刻出现在视线里咳嗽的正是梅雅的妈妈玛丽，并且我用洞察之眼看穿了她的寿命只剩7天。玛丽以为我是医生，便抱歉地让我赶紧离开，她付不起昂贵的治疗费用，我则回应到剩下的交给我就行，至于钱方面让她没必要操心。反观梅雅也是附和道，妈妈，这位是咱们的领主大人，他是特意过来救妈妈的。玛丽闻言这才反应了过来，她很抱歉自己没有马上认出来，其实早在8年前，她就受邀给我当了1天的厨师，原来是在我还很不懂事的年纪。倘若当时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我先在这里向你道歉。等叮嘱梅雅去帮忙拿来湿毛巾后，我便拉起窗户朝外看去，果然不出我所料，在他们居住的房子周围刚好也有一头魔物的尸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从以前开始就经常跟魔物近距离接触吧？玛丽给予了我肯定的答复。我在以魔物进行交易的商团那里当过厨师一段时间，虽然罗内拉病不会出现人传人，但与魔物接触频繁就会得此病，起初症状不会太明显，是你家附近有死亡的魔物仔，才导致你的病出现快速恶化。就在这时，海斯按照我的购物清单给我买来了制作治疗罗内拉病的特效药。这种方法既简单又便宜，只需要将所有的药材都捣碎，再放进蒸馏瓶内加热即可。当然，这并非是我个人研究的成果，这个特效药是前世帕拉迪索初期一对玩家制作而成的，但由于利益间的斗争，直接导致其中一人在游戏官方发布公告，内容正是特效药制作的详细步骤，也多亏了他，我现在才能提早10年将其制作出来。这时玛丽突然询问我，像您这样的大人物，怎么会为了我这种穷困潦倒的平民如此的费心？闻言我则是回应道，我亲身经历过，当然我说的并不是我曾患过罗内拉病，而是前世我的妈妈就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离开了我。虽然已经是15年前的事了，但这些年来我屡次都做噩梦，陷入自责之中。我理解梅雅当时向我诉说的难受，这才选择来到这里。我不希望梅雅经历我曾经那份受过的痛苦。可殊不知，此时此刻在我所在位置的房顶上，一个蒙面紫发正偷听着我们间的对话，他才不相信我能做出什么特效药来。只不过蒙面紫发的行踪很快就被拉基斯给发现了，恐怕真要让您失望了。我们领主大人说过的话就从来没有出错过，就连现在也跟他说的一样，犯人肯定会出现在现场周围的某个角落。蒙面子发现局势不太妙，转身就想逃跑，奈何拉基斯根本就不可能轻易放过，两人很快就打成了一片。但令蒙面子发难以置信的是，他此刻所面对的对手居然仅靠蛮力在压制着他。而与此同时，蒙面子发也找到能给予拉基斯致命一击的破绽，结果他的致命一脚是打中了，拉基斯却仅仅是往后踉跄了2步半，蒙面子发人都麻了，他的这一脚居然连对方脸上的一根毛都没踹下来。反观拉基斯则是挥出了强力斩击作为回应，就凭你这点实力，怎么有种踏入我们可利比亚领地的？见攻击向自己猛地袭来，蒙面子发也是当即反应，摆出防御架势，不料还是再次输给了拉基斯的蛮力，直接被击飞到了半空中。可他明明就没听说过在可利比亚有这号治安队长，而拉基斯之所以能碾压蒙面子发，其实是多亏了他所拥有的特殊倾向，在跟被评定为反派的对手交战时，他的秩序井然和正义体现，就会将他的身体能力提升到极限。给我乖乖束手就擒吧，你是绝对不可能赢得了我的。蒙面子发承认了拉基斯的实力，所以他便决定暂时先走为上策。自然拉基斯是不允许的，但蒙面子发邪魅一笑，告诉他别太急性子，因为他们很快就会再次见面的，到时候再打个你死我活也不迟。说罢，在蒙面子发的周围顷刻间泛起了浓厚的烟雾，随之在烟雾消散的同时，他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在2天半后，此时的我正教着梅雅修炼魔力的方法，一种是用简单联想法凝聚而成的魔力，一种是难度较大的强行聚集法凝聚出的魔力。梅雅见状便有了个疑问，明明效果都一样，为什么不选择修炼最简单的就行？毫无疑问，这是所有新人都会产生的想法。于是我便解释道，可要是邪恶的魔法师把周围的魔力全都燃尽的话，那联想法就会失效，导致无法凝聚出魔力，反之强行凝聚法则丝毫不受任何影响。所以就算再困难，也一定要2种都一起修炼。梅雅明白了，但她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穿上了这一套奇怪的服装，当然是为了营造一种氛围感，我感觉这样就能让你更好的领悟。而在这之后的半个月里，我每天都在房间里利用漏洞提升自己实力，虽然一天下来我都能提升2到3点的魔力，但我知道真正的高手玩家都会将捷径彻底变成自己的道路，所以我将漏洞的修炼法与魔法师心法修炼融合在了一块，以此创造出了属于自己全新的修炼法。这项修炼法每次使用能提高6点魔力，并且我还给它取了个名字，超级无敌爽翻天的龙傲天修炼法。就在这时，伊莎贝拉突然出现，我至今见过这么多的魔法师，还是头一回见过你跟他们与众不同的修炼方式，你吸收魔力的程度简直夸张到可以说是作弊，你绝对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听到这话，我的心瞬间就被提到了嗓子眼，原以为是自己是穿越者的身份暴露，
结果伊莎贝拉的意思其实是觉得我可能是来自其他大陆的。早些年他就曾听说过在东方大陆那边就出现过吸收魔力十分了得的人物，随即我便顺着伊莎贝拉的一附和道，听你这么一说，我才想起自己祖先的故事，确实是有这种比较神秘的说法，可关于东方大陆的信息我却无从知晓。那是帕拉迪索开发团队筹备了5年的策划，结果还没等到更新日期，就特么死到了这该死游戏世界。突然，伊莎贝拉抚着我的脸说了些奇怪的话，你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我打算对你的态度变得温柔些，毕竟现在也只有你能看到我的存在。闻言，我则坚定地表示，洞察之言我是绝对不会还回去的。怎料这伊莎贝拉直接就不装了，在看到你变成型男后，我就不打算回收了，就当做是送给自己未来老公的结婚礼物。而他话落的瞬间，我整个人都亚麻呆住了。神马玩意，你一个邪灵居然开铲我的身子，难不成这几天你趁着我睡觉时对我干了图谋不轨的事？伊莎贝拉没有回应，但从他说的话我就能多少猜到他真干了。人家好歹也是个没结过婚就去世的完璧之身，成为我的灵魂伴侣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此刻我只感到无语至极，特么乐意你个毛线，老子答应你了没？接着我立马朝着门外跑了出去，我要去趟罗内拉领地，告辞告辞。当过胖子的都知道，胖子一旦瘦下来就是潜力股，可也没人说过变帅后不仅会吸引鬼魂，就连同性也都不放过。而在我研制出了治愈绝症的特效药后，我第一时间就是决定前往罗内拉领地，因为说这种病症是那里的特产也不为过，基本上80%以上的人都患有罗内拉病症。可突然，我跟海斯所乘坐的马车遭到了不明的突袭，好在我反应及时，立马施展了一道防御魔法。与此同时，更多箭矢如暴风雨般猛地射来，见状我连忙将防御魔法覆盖住了整辆马车。看这局势应该是山贼所为，但要以为用这种剑就能打败我的话，那他们可就大大失策了。接着我便赶忙下了车，准备亲自会会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亡命之徒。伊莎贝拉本还想帮忙，却被我给一口回绝了。随即我左手施展防御魔法，右手则凝聚攻击魔法向前推进。只见为首的家伙是一个手拿巨斧的蒙面人，他的名字叫托克，平日里除了干点抢劫外，还会接点专杀魔法师的委托。而这次委托他来袭击我的人，正是先前在可利比亚肆意投放死亡魔物的蒙面子发。原来那家伙是看上了我制造出的特效药，心想若是能将原料拿到手，肯定能狠狠捞一笔，并且他还通过我大量生产的特效药的过程，猜出我一定会前往罗内拉领地的。于是他便让委托的托克连着几天设下埋伏。而就在下一秒，只见托克抄起武器朝我发起攻势，正好这几天有新人的加入，他就准备好好展示展示怎么猎杀魔法师。此时只见托克的身形开始迂回旋转，这便是他成功率100%的杀招回旋斩。顷刻间，他的那柄巨斧刷刷的扔飞了出去。见状，我则是施展了迅捷魔法，一个侧身摆头轻松就躲了过去。同时我也猜出他这肯定是佯装攻击，可我万万没想到，我的魔法导弹刚准备射出，下一秒就被托克手中的另一把武器给打散了。休想给我耍花招！紧接着他一闷棍就朝我的后脑来了招猛击，但传出的声响并不是骨头碎裂的声音，而是形同玻璃。没错，在托克木棍与我距离不到0.000001毫米间，我施展了防御魔法格挡了下来。看来你专杀魔法师的特殊倾向也不过如此吧？感受着对手的无情嘲讽，托克当即怒火中烧，直接接连使出多次猛击，想攻向我身体各处的要害，可却无一例外都被我预判并及时格挡。反观托克也是意识到了我绝非等闲之辈，就冲着施展魔法的速度，他就知道我的等级至少是4级魔法师以上。但托克丝毫不慌，凭目前的局面是他占优势才对，况且魔法师都有蓝量耗尽的时候，现在他只需不断攻击就行。怎料托克的这一想法刚浮出脑浆，下一秒他的攻击就被我死死的限制住。我施展了另一魔法，增加了自己的肌肉力量，刚好对方的武器还是魔法师专用的武器，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与此同时，我还偷偷往托克身体里注入了麻痹魔法，就他目前的状态来看，把我换成一个3岁小孩他都打不过一点。而托克由于贪生怕死，连忙说道，这都是一个头戴面罩紫色头发的家伙委托我这么办的，只要你能放过我，我就交出委托人的所有情报。闻言我高兴的眯起了眼睛，虽然我确实很想听的，但我好像有一点不太相信山贼说的话。说罢我一斧子就抡下去，让这家伙从此再也没法继续为非作歹。至于接下来该做的，当然就是扫荡他麾下的这支山贼团。殊不知等麻烦处理完后，我竟还有意外收获。我从山贼团伙中救了一个名叫阿尔肯尼斯的小孩，虽然现在他的身份仅仅是个商人，但未来他将会成为东部最大军武商的大人物，而这都归功于他有出色的预测以及流行趋势分析的能力。我还真不敢相信，居然能在可利比亚的领地附近遇到这家伙。于是我便决定给到阿尔一个合作的提议，让他替我卖掉打算在罗内拉领地售卖的商品，并承诺利润方面我将会分他15%。自然我除了通过交易的形式提高好感度外，就是在今后拉拢他加入我的团队。不过阿尔在静静思考了2分半后，他居然告诉我利润方面不用分他1分，只需要我能够答应他2个请求就行。我同意了，但我还是好心提醒，若是请求太过分我会直接拒绝的。结果让我始料未及的是，阿尔这家伙的第一个请求确实不过分，只能说有那么一点点恶心。他居然要求我称呼自己为阿尔酱。突然间伊莎贝拉冒了出来，他气得肺都要炸了。
巴不得立马嘎了敢勾引他男人的男人。至于这第二个请求，阿尔将决定在晚些时候再跟我说。画面一转，我们顺利抵达了罗内拉领地，并且很快在阿尔将的引荐下选好了一个好位置。我很感谢他的帮忙，但阿尔将表示这是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只是一点小小的心意。而此刻出现在视野中的巨大桶装物，就是我准备售卖特效药的原材料。接下来就只需在我药草制作的技能点缀下，就能将其变成真正治愈罗内拉病的特效药。而我之所以要一瓶瓶的制作，当然是因为这项技能是能够随着熟练度升级的。唯一不好的点就是每天限制获得的熟练度是有限的，但同时这项限制也存在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漏洞。很快我便看到了一个罗内拉病患，于是我赶忙让阿尔将上前推销，一瓶只需要1块金币。男人闻言虽然有些怀疑特效药的真实性，可心想自己的命都快没了，即便是诈骗被骗1金币而已也没什么好心疼了。而在收到男人的购买意向后，阿尔将就把我要求的东西拿了出来，这是一份合同，有着能将此特效药的所有权转让给购买者的能力。男人虽然有种难以言喻的感觉，但也还是同意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他便将其喝了下去。至于药效方面，我提醒他需要等待个30分钟左右，若是对病状没有丁点治疗效果的话，都可随时来找我索赔1000枚金币外加做 JJ。而在男人走后，阿尔将也是准备在营业前做点准备，反观我则是将药草制作的等级升到了3级，还触发了熟练度上升最大的限制，到这里就能让合同发挥它真正的作用。在将所有权给转让出去的那一刻，关于药材的相关数据也会跟着一起，也就是说，目前对我的24小时限制已经移交到刚才那个男人的状态栏里了。可殊不知，就在时间过去了2个半小时之际，在我所在方位的地面突然发生了剧烈晃动。起初我还以为是地震，结果等海斯提醒我才知道，这居然是阿尔将给我招揽来的客人导致的震感。不过就在我准备还以1金币的价格售卖时，阿尔将却直接一口截停，特效药一瓶我们只卖39金币，这可比伊蒂玛帝国便宜了整整61金币。今后如果还有需要的话，请务必造访可利比亚领地，而且据说可利比亚没什么猎人，导致那边还有很多魔物可以狩猎，过去买药顺带赚点外快，简直不要太苦了。画面一转，时间很快来到了深夜。今天售卖的特效药的收益是12250枚金币，换算成前世的价值，足足有122亿软妹币。不得不说，怪物猎人的钱果然很多。就在这时，阿尔将找到了我，他是来索要剩下的报酬的。闻言，我这才想起我确实欠他一个要求，可殊不知我先前的想法居然出乎意料的跟阿尔将打成了一致。我想成为您可利比亚管理直属商团的家臣，虽然现在的我只是个经验不多的18岁商人，但你要是能信任我的话，我必会还你一个北部第一的商团。反观我也不藏着掖着，坦白说我也挺欣赏你的，你拥有着能看出可利比亚领地发展潜能的眼光，以及对大卫的野心，那就欢迎你的加入，阿尔将商团主。而在之后的日子里，由于我利用漏洞将药草制作的等级升到了35级，作为突破30级的奖励，我获得了自动生产流程设计图和终极魔力药水制作的技能。于是我花费了5000枚金币以及10个可利比亚的魔晶石制作而成的自动装置，一天就能生产出24瓶特效药，每一瓶卖39金币，净利直接就超过了900枚金币。同时这也直接让可利比亚的魔晶石产量增加，受魔物侵害的领地居民在快速减少。再加上其他地区的商人在听到有关特效药和魔晶石的传闻后，纷纷为了获取附加利益而造访领地。也就是说，可利比亚正以超乎我原本的预期在良性循环，整片大陆也逐渐知道了这块领地的存在。但经济方面得到改善，我的实力也应当得到快速加强才行。于是在休息了2天半后，我就决定前去挑战一处副本。可在得知我要挑战的对象居然是巫妖德鲁克时，伊莎贝拉当即惊得下巴都掉了。巫妖可是强大的黑魔法师，如果你挑战失败了，你的灵魂会被当场被夺走，变成不死族的。听罢，你则是淡淡一笑，让其不用担心。熟知攻略以及通关的过程，都是我轻松打败德鲁克的秘密武器。在帕拉迪索游戏中，德鲁克在圣魔大战爆发时将受到魔王青睐，从而彻底摆脱封印，被赐予一具不死的肉身。这也是在主线故事进行的过程中，所有玩家都一定会遇到的特别桥段。反观此时的伊莎贝拉开始怀疑，你未免也知道太多事了吧？该不会你是假扮成人类的神，或是从其他世界来？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我及时掐断。别胡思乱想了，你说的最多也是在梦里才可能发生。等来到德鲁克的藏身处后，我便开始在入口的位置摸索了起来。不明所以的伊莎贝拉见状有些懵逼，心想你应该是来打败巫妖的呀，怎么现在跟只小狗在找自己藏的骨头一样？若把他说的话当成是比喻用意，那他表达的意思近乎接近。我的确是找自己前世在挑战德鲁克时意外发现的漏洞，果然还在这里。看着我突然间从岩壁中穿了进去，伊莎贝拉只感觉到不可思议，于是我赶忙向他解释道，这其实就是一条秘密通道罢了。因为想要抵达德鲁克所在的房间，就得爬到最高层，可由于过程中的陷阱实在多得离谱，就算连我也无法独自通。只见此刻赫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数之不尽的天才地宝，这便是德鲁克的秘密房间。很快我就找到了名为贪婪导弹鬼的戒指，虽说看上去像极了普通的品质，但它实际却是件能无限扩张亚空间的背包神器。这时伊莎贝拉有些害怕了，我们这样子偷走巫妖的东西不会有事吧？我则是回应道，我们这不叫偷，毕竟这里的宝物都是那家伙杀人夺来的，我们只能叫做代表那些人的遗憾去教训德鲁克。与此同时，在另一边，德鲁克依旧是坐在被封印的宝座上感慨，因为该死的圣母，
害得失去生命力容器的我无法摆脱此等处境。等哪天我从封印当中解脱，我一定会将大陆上所有的人都变成不死族。怎料德鲁克的话刚说完，一只大手就轻放在了他的头顶之上。你这老骨头还是这么顽固，都快死了，还在这里净想些阴险狠毒的计划。德鲁克见到我的样貌有些面生，便询问我到底是什么人，这就有点明知故问了。老子当然是来除掉你的。说罢，一道炽热的火焰当即就从我的手掌心中迸发而出，而在经过火焰灼烧后的德鲁克，也仅仅是褪去了一层躯壳罢了。你是哪来的鼠辈？有种的话就把我放出来！这个寿终正寝的老头有一个变态的能力，即便是被火焰焚烧到只剩骨架，仍旧不死不灭，只因他的本体乃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巫妖，而巫妖并不存在什么肉体，他们借着将灵魂存放在生命力容器中，以此得到永生。可因为圣女，德鲁克不仅失去了生命力容器，就连灵魂也被封印在一具尸体上。现在的他相当的虚弱，要是这回死亡，他就再也无法复活。所以接下来我只需要保持好距离，别被他那吸收生命力的黑魔法击中，就可以轻松完虐。毕竟在前世的我也是对付过好几次解除了圣女封印的德鲁克。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回合中，我都是用闪电剑使的远程攻击技能。反观在德鲁克看来，我的这种魔法无非就是属于低等中的低等，况且在这样连续不断的攻击下，我的魔力消耗肯定得相当严重才对。殊不知德鲁克很快就会意识到不对劲，他觉得我的水准明明最多也就是个3级魔法师，居然拥有如此庞大的魔力值，而且在这些他灭不掉的火焰中，他还感受到了那股曾让自己恶心至极的神圣之力。所以德鲁克唯一想到的可能性就是加倍投了。随即他立马就将目光锁定在我的手指上，果然没错，圣女的神器被这家伙给夺走了。圣女伊普诺斯的戒指，其中一项属性就是能在魔法攻击上赋予神圣之力。而我之所以要使用德鲁克看不起的垃圾魔法，当然是因为我还在宝库中得到了名为大贤者戈尔扎斯的项链，使用1级魔法时将不会消耗任何魔力。这两者搭配起来就是我前世常用的战术，用连续攻击的手段阻止德鲁克轻易的施展魔法。虽然我没有能一击解决他的能力，但只要继续乘胜追击下去，胜利必将是属于我的。反观德鲁克久未战的脑回路也是终于打通了，他想起这里是属于他的主场，随即立马就将全城堡的亡灵骑士都召唤了过来。此刻赫然出现在我面前的便是先前提及到的不死族。可关于他们会出现在德鲁克房间是我始料未及的事。难道是因为德鲁克没有解除封印，所以存在的模式不一样吗？不过想太多并不能解决当下的情形，接下来我得赶紧展开肉搏战，必须趁着德鲁克使用高阶魔法前消灭掉他。与此同时，伊莎贝拉也是决定出手协助我的行动。只见她的灵魂冲进了看上去比较强大的亡灵骑士当中，在将这副骷髅架子给完美控制住后，她也是轻轻松松就把德鲁克召唤而来的亡灵骑士全都砍了个片甲不留。于是他便将刀刃攻向了德鲁克，而自尊心齁大的德鲁克哪里受得了这种欺辱，随即一发高阶的魔法从他的手中迸发而出，把伊莎贝拉控制的身体给轰掉了一半。反观我则是立马抓住己方队友给我制造出的间隙机会，一发附加神圣之力的闪电之矛全力贯出，直接打了德鲁克一个措手不及。但这种攻击还远远不够，紧接着我又聚集起了一发雷霆闪电就使了出去。见状，德鲁克表示他才不会再一次中击，他赶忙利用起了主场优势，在自己的跟前筑起一道源源不断的补墙。可殊不知下一秒他魂都麻了，我的攻击不仅穿过了他的补墙，就连命中的位置也是精准无差的落在闪电之矛打的位置上。而这便是我独自发明的链接魔法，学好物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还说什么不会中击，也太小看我了吧。紧接着我也是没有给德鲁克喘息的时间，一发附加神圣之力的雷霆闪电再次使出。反观被我的这一招给命中过后，德鲁克看上去也是彻底没了生机。就在伊莎贝拉以为战斗就此结束时，德鲁克竟想趁着我接近自己毫无防备的瞬间打个措手不及。殊不知我对于他的内心想法早已看得透透的，随即我一闷棍直接抡在他的脑瓜子上，我就知道你没这么容易死，不过在我最强的招数下你可就真的活不了了。此刻身为巫妖的德鲁克头一回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可万万没想到就是此等恐惧竟把德鲁克的最终形态给逼了出来。特么老子可是不可一世的巫妖，区区人类也敢妄想把我打到生死道消。而就在下一秒，德鲁克的身体突然发生自爆，在把我给逼退后，他身体之上弥漫着的黑色气息顷刻间就朝我猛地袭来。好在我及时施展出了防御魔法，成功将其格挡了下来。同时我也看出其中的端倪，德鲁克目前的攻击明显就不是魔法，纯粹就是属于魔力外泄燃烧生命的手段。看来他这是想跟我比谁的命长。可就在这时，我的防护罩突然被德鲁克给攻破了。好在伊莎贝拉及时出手，利用亡灵骑士的身体替我扛下了攻击，否则刚刚要是被德鲁克给命中的话，我估摸着自己至少也得落个半残的状态。不过也是给了德鲁克一个警钟，那就是得先将妨碍自己的家伙给处理掉。没了寄生的身体后，伊莎贝拉表示她应该帮不上什么忙了，接下来就得靠我自己了。反观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确是一时慌了手脚，毕竟德鲁克目前的形态和攻击的手段是我从没见过的。可即便如此，德鲁克的基本模式并没有改变。要知道在帕拉迪索中我攻略最多次的 BOSS 就是德鲁克，我对德鲁克的攻击方式基本都了如指掌。只见此时德鲁克的魔力开始朝我的四周蔓延开来，但这也都是些佯装攻击罢了，真正的攻击应该是在我的头顶才对。于是我便在这道攻击落下的瞬间及时往后退了2步半，轻轻松松
松就将其给躲开了。而就在德鲁克还准备以同样的套路展开攻势之际，我一个闪现魔法当即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看着我即将对自己使用附加神圣之力的4级魔法，德鲁克终于是意识到先前被我给骗了。你居然为了欺骗我，说自己最强的魔法就是那一招。我则是笑着回应道，那这能说明什么？说明人类的智慧是你们巫妖绝对赢不过的杀手锏。接下来你就用你的全身在最后好好感受下神圣之力的滋味吧。话落间，我的最强一击倾泻而出，德鲁克的这副身体也近乎给神圣之力侵蚀殆尽，只留下一张嘴脸给他说几句终别的话。像你这种出生之犊，可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难道你以为你能应付得了吗？闻言，我则是摆了摆手，未来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谁敢妨碍我，我就把他给消灭掉不就行了。随后德鲁克又接着问道，那你的目标是什么？当然是成为大陆第一的最强君主，可我的目标对于德鲁克而言却是痴人说梦。你以为你是在扮家家酒吗？居然说出连受神眷顾的圣君和残酷的魔王都做不到的事。不过我会在地狱好好关注你的，我定要亲眼看到你这种嚣张家伙最终惨不忍睹的下场。而在说完这句话后，在德鲁克消失的位置浮现出了一个道具，虽然我就是为了这个手镯而来的，但这性能比我预期的还要更为出色，真不愧是会成长的神器。对现在的我而言，没有比这个更棒的道具了。与此同时，伊莎贝拉发现到地上还有一本奇怪的魔法书，可当我拿起来查看后，却发现这竟是我从来都没见过的玩意。于是我查看了它的属性，我发现这居然是本可以复活灵魂、邪灵之类魂魄到特定人体的魔法书，而被复活者的身体与精神都会隶属于使用此等道具的主人。这不妥妥就是伊莎贝拉的专属道具。伊莎贝拉闻言当即就怒吼道，我才不要这种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老娘要的是夫妻，懂不懂？是夫妻关系。于是我便耐心地解释道，成为我的奴隶后，你首先可以将我捆绑起来，其次再对我使用诅咒魔法，最后我只需要享受其中，以此来提升我对魔法的抗性和耐性。前面几个伊莎贝拉当然是100%支持的，但就是听到这最后一句话，感觉自己会变成纯纯的打工仔，还特么是免费提供劳动力的那种。但想着想着，伊莎贝拉倒也觉得无所谓了，反正邪灵的生活她早就过腻了。结果伊莎贝拉还没做好做回人类的准备，我就早已给她物色到了一个完美的身体。原来在我打败了巫妖德鲁克后，除了获得了那件成长型的手镯外，还有一本可以复活灵魂到指定身体上的魔法书。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罗内拉领地的领主正询问着下属，城内的怪物猎人数量减少的速度怎么越来越快了。下属闻言便解释道，这是因为治疗罗内拉病症的特效药只有可利比亚在售卖，而且那边还极力防止特效药外流。虽然您砸下重金雇了一群专家仿制，但光凭那些样品要想查出合成方式实在太难了。众所周知，这种回答明显就是找骂，这是什么鬼理由？要是再办不好的话，你们全都可以给我滚回家种田去。可罗内拉的领主表示气归气，既然仿制这条路不好走，那他就只能实行 B 计划了。至于马略卡那边的领主霍尔库斯，他则是开始筹谋发动战争的相关条件，但由于愿意为其奉献性命的精兵才1239。他觉得这样完全不够给予可利比亚关键的一击，毕竟在他眼里我可是名4级魔法师，早知道这样的话，当初就得早点指使格拉加斯毒杀掉他。随后他也顺口提了一嘴，询问手下格拉加斯的情况如何。为领主大人，格拉加斯已经被我们派出去的暗杀者给除掉了。就在这时，霍尔库斯的得力干将魔法师阿克隆突然现身，并且还带来了花重金聘请的3名特级魔法师。霍尔库斯得到此消息激动极了，连忙询问他们最高能使用到几级魔法。阿克隆直接抢着回应，他们最多能使用3级的魔法。若您现在要发动战争，可利比亚在一夕之间就会从大陆的地图上消失。有了这句保证，霍尔库斯觉得这一战必定拿下胜利。但他不知道的是，我早已展开了属于可利比亚的应对措施。此时的我正带领着军队来到了最北方的森林，我决定要跟一个部落做交易。可就在这时，一群手拿武器的红色哥布林突然从头顶上窜了出来，并将我的军队给团团包围住。见状，拉基斯当即就下起了命令，所有成员采取防御姿态，禁止率先攻击。殊不知此等命令却让一众士兵摸不着头脑，毕竟魔物对他们而言应当是要当即斩杀的才对。而在双方僵持了大概2分半后，一只颇有领袖风范的红色哥布林现身了。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领土，我是这里的话事人兼领袖，我叫伊万尼巴。没错，这群红色哥布林正是我准备要交易的部落，我想与你们缔结建交关系，然后用我们可利比亚领地的资源跟你们换取等量的铁合金。闻言，伊万尼巴大笑了起来，我这辈子还是头一回遇到先示好的人类，不过你也得有能力拿出我们部落想要的资源。听罢，我当即就命令身后的士兵给我取来提前准备好的东西。可等看清这一车车被拉上来的竟是梦魇宝石后，不明所以的人瞬间被吓得冷汗直冒，因为这类宝石是噩梦之森随处可见的石头，除了有点漂亮能当纪念品外，基本毫无价值可言。要是一个不慎被误会是拿石头来当交易的话，可能还会被视为严重的挑衅，但对此我却是不屑一顾，毕竟一切都尽在我的掌控之中。与此同时，伊万尼巴已经拿起了一块梦魇宝石开始观察了起来。怎料就在所有人以为他会当场发飙之际，伊万尼巴居然摆出一副很享受的样子，紧接着连忙紧紧握住我的手，恭敬地说道，我在此代表所有哥布林向杰瑞德领主致谢，感谢您亲自将我们最珍视的梦魇宝石送到这里来。就这样，我靠着对人类没有任何价值的资源，成功的跟伊万尼巴签订了合约，并换取到了等量的铁合金。可
反观伊万尼巴则对所有的子民下达了命令：既然咱们已经和新的家人达成交易，岂能就这样放他们离开？必须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宴会。此外，伊万尼巴还大喊道：让在头顶上方躲起来的家伙不必保护他，而他们便是好战的种族黑暗妖精。这是因为伊万尼巴通过自己的高智商和处世之道，与许多的种族结交了，并且还签订了互相防卫的条约。若是有出现欺负他们的势力出现，他们便会齐心协力起来消灭敌人。也就是说，当时在见到红色哥布林时，若是搞不清楚状况就任意攻击的话，那吃不了兜着走的必定是我们。画面一转，宴会如约而至。可在所有人都尽情享受着天伦之乐的时候，我却急忙叫来拉基斯，叮嘱了他2件事：今天从红色哥布林那里换来的铁，你要全部都用在制作武器上；至于金的话，我会一半用来投资军队，另一半则是用在招募兵力上。所以这也是需要麻烦你去做的。殊不知我刚吩咐完，伊万尼巴就突然近身说道：看来你是打算跟马略卡开战了。你会突然间拿这么大量的资源来做交易，我能猜到的原因就只有一个：发动战争。不过这也说明你很明智，马略卡已经堕落成罪犯们的巢穴，若是继续放任不管的话，迟早会对你们可利比亚造成负面影响。听罢，我由衷的表达了歉意。如果我们进行战争准备的行为让您感到不高兴的话，怎料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伊万尼巴给掐停了。无关紧要，我只是听力好才会加入谈话，反正那些量的金和铁对我们而言不算什么，况且我还特别讨厌霍尔库斯，所以我当然是100%支持你去消灭掉他。万万没想到，马略卡的丑闻都传到了魔物耳中，看来这一战必定是我的胜利才对。于是，在与伊万尼巴畅谈了一晚过后，隔天我们便回到了可利比亚主城。而关于伊莎贝拉的身份，我把她伪造成了我曾在帝国学院就读时认识的同学，所以在接下来的2个半月里，伊莎贝拉每天都在帮助我提升魔法防御力，很快就将这个属性提升到34。为了表达感谢，我送给了她3枚巧克力糖果，正好今天还是男生会送女生礼物的那种纪念日。伊莎贝拉闻言自然是懵逼的很，毕竟这是在我原本的世界才有的白色情人节，但总归她还是觉得挺浪漫的。难不成你喜欢上本小姐了？闻言，我当即斩钉截铁地说明道：您贵人多想了，整个宅邸的女生我其实都送了一遍，只不过你比她们多了1粒半。可就在这时，伊莎贝拉突然拆了一个糖果并咬在了嘴唇上，她倒是要好好探讨探讨这半粒究竟是怎么个回事。别忘了我们可是亲过嘴的，换成我的家族来讲，这可是双方同意缔结永恒契约关系的重要步骤。见状，我赶忙抓住时机往那糖果上一戳，直接就把这该死的闹剧给截停了。随后我告诉伊莎贝拉，魔法防御力方面已经提升很多了，接下来把诅咒术的强度拉高到原本的2倍继续修炼。怎料在我话落的瞬间，伊莎贝拉的神情突变，我一定会如你所愿毫不保留的施展。见她这副模样，我当即就猜到了她的内心所想，可岂料没等我出言阻止，我就已经中招了。此刻的我只感觉全身发烫，外加酥酥麻麻，这欲望方面的诅咒术简直太恐怖了。后面的部分我知道你们都不爱看，所以我就好心帮你们删减了。而关于我当初之所以要得到洞察之眼，其实还有其他原因在，那就是我的徒弟养成计划。为了能享受到师徒系统带来的好处，我就需要洞察之眼协助我找出未来有才华的人才，并抢先将其纳入麾下。现如今我已经缔结了4个徒弟，也是我目前所能缔结的最大数量，其中一个便是伊莎贝拉。虽然她本质上应该算是我的奴隶才对，但也没规定不能再收做徒弟。另一个则是蕾娜，自从把她交给拉基斯去训练后，她的进步空间完全受到了拉基斯的实力限制，所以届时我必须再给她额外找个剑术师傅。此外还有梅雅，她把我传授的修炼当成了游戏，目前的进展相当的可观，唯一美中不足就是海斯这个徒弟，由于他的特殊倾向中有 S 级的现身，这就表明他完全能够觉醒成为治愈师这类职业。要知道，这可是大陆总共不超过5人的最顶尖职业。可奈何海斯如何修炼，他就是总把自己的价值限制在了女仆这个框架里，导致了他一直都在原地踏步，还无法完全觉醒。对此，奥利莲老头做出了官方解释，这女娃打从一出生起就当了女仆，23年的习惯也不是说能转变就转变的。这其实我也想到过，但我总感觉海斯的内心还有下意识的防御机制，或是悲观主义在隐隐作祟。看来我必须得花点时间好好为他引导到好的方向才行。奥利莲闻言让我没必要凡事都担起责任，况且海斯也是属于我的人，至少这次可以试着相信为了我努力的他。突然间他的话让我顿时灵光一现，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于是我在感谢了奥利莲后便开门跑了出去，因为海斯需要的不是我教其他3人的那种小伎俩，而是最直接的办法。下一秒，只见在我的身后突然冒出了手拿双剑的士兵，他收到了我给他下达的命令，在我的腹部位置轻轻地划上一道80厘米的口子。等海斯赶到现场时，我已经是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是怎么一回事？闻言，在旁的士兵便解释道：领主大人，这是受到暗杀者突刺，现在正处在昏迷当中。此刻的海斯浑身颤抖了起来，他虽下定了决心成为治愈师，但真正面对伤者时却感到了极其的无能为力，更何况还是他最喜欢的领主受了重伤。可也正是海斯的这种感受，让他终于敢于迈出去做女仆之外的事。只见海斯的双手陡然间爆射出了刺眼的亮光，而这也意味着他成功觉醒，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治愈师。只是就当海斯得知我的受伤不过是演的一出戏时，他当即就哇啦啦的大哭了起来。但他并不是气我骗了他，而是我不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为此我也做出了解释，其实我流的血大多都是动物的，伤口并不是很深。总之你应该开心才对。结果海斯直接头也不回的往外跑去。奥利莲见状轻咳了2声，
声，其实我当时说给领主大人的那些话并不是这个意思。与此同时，在另一边，此时的拉基斯正行驶在暴风雪中，有一个人他必须得请回去可利比亚。而在与欧森老先生见面后，拉基斯便拿出了我研发的特效药作为礼物。欧森见状确实有些震惊，但他还是对先前那个领主有这么大的变化感到不可思议。闻言，拉基斯也是直接步入话题，其实这次我特意来找你，就是领主大人吩咐的，他想要退隐的你重新复出。怎料听闻此话，欧森却是哄堂大笑了起来。当初他轻易就舍弃了我，如今又随随便便就叫我回去辅佐他，看来我对他的质疑果然没错。拉基斯表示不管现在欧森现在是怎么想的，但还是请他先到蜕变重生的可利比亚看后再下定论。而也是拉基斯的这句话，让欧森的内心开始有了些许动摇。反观此时的我，正带着海斯和伊莎贝拉在酒馆吃着饭，可殊不知我居然连吃个饭都出现了意外之喜。我遇到了一个实力超强的女剑士，她的所有都让我没办法忍耐得了，这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她是正魔两立的 NPC 女剑士，只因她的行事作风就是只要有钱拿，就连魔王军也会义不容辞的帮，真正诠释了什么才叫做有容乃大。而在我看到艾拉的第一眼时，我就断定她就是可以教蕾娜剑术的不二人选。除此之外，在她身旁的角色也是重量级别的存在。在圣魔大战爆发的5年后，克洛伊会以妖精女王之姿登场，也是研发团队刻意隐藏背景故事的神秘 NPC。可在我的印象中，艾拉并没有来到过北部的记录，而这时间点也不会出现关于克洛伊的任何行动。不过管这么多干嘛，倒不如赶紧跟他们套个近乎先。怎料我才刚想好好介绍下自己，就立马被艾拉给摆手拒绝了。他表示我太小了，对我没有兴趣。这沉重的打击顿时就让我喘不过气来。特么到底说我哪里小啊？我好歹也是25岁的蓝海年纪。可突然间，海斯对着艾拉怒斥道：“小姐，你怎么可以如此无礼？这位是我们可利比亚的子爵领主。”同时，海斯的话也暴露了我精心准备的伪装。好在大家仅仅是惊讶罢了，并未引起什么骚动。反观艾拉，则是恶狠狠地站起身来：“特么，我也是个子爵，难道你以为天底下就只有你家大人有爵位吗？而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个最下等的女仆吧？”眼见事态愈发不可收拾，我赶忙解释道：“误会，都是误会，我其实是有事想要委托你，不过报酬方面的问题，我们得先换一个地方再好好谈谈。”在这之后，我便带着艾拉他们来到了可利比亚领地。至于委托的事，当然就是想让她成为蕾娜的剑术指导，同时我还给她开出了1年5000枚金币的报酬，外加包吃包住。要知道这钱换算成现实软妹币就是50亿元，我相信艾拉没道理会拒绝的。艾拉显得有些疑惑，克洛伊成为我的徒弟也才没多久时间，况且我也是第一次来到北部，按道理你应该不认识我才对，你怎么就相信我不会拿钱不做事跑路？闻言我则是回应道：“我当然不相信此刻的你，我相信的无非就是等收下钱的你。”她的个性自然是被我掌握的透透的。虽然按剧情线的发展，艾拉会因为这样的个性不受到任何势力的欢迎而惨死，而对于我的回答，艾拉相当的满意。这是我这2年半以来听过最性感的一句话。我接受你开出的条件。至此，关于帮蕾娜找师傅的问题就完美的解决了。很快时间便来到了深夜，由于在我脑中关于帕拉迪索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消失了不少，所以我决定利用领地还没真正发展起来的空闲时间继承了笔记。为了保密性，我还专门用了没人看得懂的现实文字。等到了第2天一大早，蕾娜便开始在艾拉的指导下训练了起来。可这初期的训练未免有一点恐怖吧？这要是训练个1年半载，蕾娜后期不得变成金刚芭比？随后我询问艾拉，明明是接受同样的训练，克洛伊看上去却似乎一点都不觉得累。艾拉则表示世界如此之大，不是只有蕾娜这么一个人才，并且他还敢断定先前指导蕾娜的师傅顶多也是个被我5秒内就能取掉首级的弱鸡。原来以拉基斯的实力，在大陆等于5秒就会挂的人了。接着艾拉还指出蕾娜没有好师傅教导还能大幅成长的原因，都得亏有那个魔法装置，不仅设置了4个方向，还能射出4种不同元素的魔法。他很佩服我居然能找到如此适合蕾娜现阶段训练的手段。自然我不可能说这是游戏中的漏洞，于是我直接就拿东方大陆来当挡箭牌，这是东方大陆才有的修炼法。而关于这个漏洞，是因为要是反复的修炼相同的属性，能得到的熟练度就会大大减少。可要是有4种属性的话，就会被系统自动辨识为战斗轻松，避开限制。不过让我有所惊讶的是，艾拉明明没有洞察之眼，却能精准的点出蕾娜的状态。看来往后在蕾娜的训练上不需要我操心。此外还有另一个好消息传到了我耳中，我研制的农药让奥利莲管理的农耕不会再饱受害虫的侵害，并且由于农民们异口同声的感激我的恩德，让领地的忠诚度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值200点，直接从小黄金期转变为了黄金期。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领地的生产力将提升100%。结果还没等我高兴多久，马略卡领地的阿克隆突然找上了你。他表示他这次前来是为了传达马略卡领主的亲笔信。与此同时，我的面前显现出了一个弹窗，任务龙虎相搏已启动，对方与您同为4级魔法师，除掉他将获得智慧15点。而见对方的嘴脸假惺惺的要死，随即我便也有样学样的恭迎他的到来。上回帮你们处理点危害社会的畜生，贵领主可还满意？阿克隆听罢也只能附和的笑，虽然这一畜生他也有份，那满意程度可是不要的。所以这次的亲笔信也是有关这方面的事情。等接过后，我粗略的看了一遍，大概意思就是他们马略卡想要跟可利比亚和平相处，还说什么这只是永恒友邦的开端，真特么就话里行间没有哪句话是真的。于是我暗自不爽的回应，我比任何人都期盼咱们2领地间的和平，过几天我会亲自送上最高纯度的魔晶石，希望以此作为彼此友好的见证信物。而等阿克
克隆走后，我便来到了后山练习射箭。可拉基斯从刚才就一直纳闷得很，随即便悄悄地询问我究竟为什么要对马略卡的人放低姿态，毕竟就算不迎合也是无所谓。我则是笑眯眯地解释道，在战场上御敌时拔剑以对确实是对的，但在公共场合上当然需要笑脸迎人。听闻此话，拉基斯瞬间悟了，高明，太高明了，居然能如此巧妙地让敌人放松警惕。见拉基斯这般的大惊小怪，我也是赶忙让他小点声为妙，搞不好周围有马略卡的眼线也说不准。而为了纪念领地迎来了黄金期，我也是打算在这里举行一场简单的宴会。可从宴会开始后，我就一直秉持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我早就猜到领地里一直存在着间谍。果然在所有人庆祝的时候，有一个人连声招呼都没打就离开了。透过洞察之眼分析，此人名叫托夫，之所以让人不轻易觉察，是因为他的特殊倾向中有着 C 级的伪装术和侦察。不过若是马略卡真的听信间谍的情报出兵攻打我的领地，那天也就将是他们踏上通往地狱的黄泉日。而这一天也终于在1个月后来临了。霍尔库斯率领着马略卡大军开始攻打我的领地，并大肆放言可利比亚即将落入他的手掌心中。此时随着霍尔库斯开始发军攻打，很快就将可利比亚领地外围的4道防线给一一突破。反观我则是将主要兵力都汇集在了最后1道防线上，虽然只有区300名士兵，但我已经完美运用了地理优势，将这道防线打造成了最坚固的阵地。而唯一让我担心的就是那100名自愿申请上战场的平民，所以我特意叮嘱拉基斯以最好的方式去保住每个人的命。在这之后，我便决定独自前往另一处地带准备迎敌，因为在战争没发动前我就猜到了马略卡和罗内拉这2个领地会组成联合军，并且他们一定会兵分2路进行攻打。先前那个打扮成樵夫样子的家伙，如果真是有实力的间谍，肯定已经发现到了另一条能通往可利比亚领地的小路，所以他们必会觉得从这里兵分进攻就能打一个出其不意。不过以我一个人的实力，自然是没办法阻止数千人的围攻，所以我早就利用魔晶石的特性，制成了形同地雷的魔法装置，其爆发的威力可是堪称4级的魔法，所以我要利用它将敌人一网打尽，我的领地不会变成战场，所有妄想从这道小路进攻的敌人都会被炸成粉身碎骨，这里将成为他们通往地狱的黄泉路。反观拉基斯则按照我的叮嘱，开始催促所有非战斗人员立马从阵地撤离。他表示对方光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士兵就超过了1200名，怎料他的话还没说完就遭到了所有人的强烈反对，我们的领地就应该由我们自己守护，领主大人好不容易将这片贫瘠的土地改善的是宜人居，绝对不能拱手相让给只会犯罪的马略卡，与其在逃跑时被杀，我们宁可因奋战献身。而平民异口同声的话，也是把拉基斯的思绪拉回到了那一年。那年是可利比亚前领主去世的时间，当时他的好友劝说拉基斯跟自己投靠别的领地，可拉基斯拒绝了，他始终相信可利比亚一定会有未来的。而今天正是拉基斯所期待的未来，最终他同意平民留下来作战，还给所有人发放了跟士兵同样的武器护具。这时一个哨兵突然来报，他焦急地说敌人已经距离阵地不到10公里的距离。闻言拉基斯当即转身看去，却发现从大陆攻打的战力并不是马略卡，而是罗内拉的领主巴特曼。此时巴特曼得意极了，却完全不知道他们的行动尽在我的掌握之中。杰瑞德呀杰瑞德，突然间见到出现的是我们，肯定又惊又恨。不过要怪就怪你自己，你肯定是打算想尽办法在这条大路上挡下敌军，把兵力全部安排在了这里。殊不知霍尔库斯早已潜入你的领地附近。可就在巴特曼狂妄地宣布可利比亚领地到此为止之际，下一秒他人就麻了，神马玩意！因为此刻出现在他面前的并不是杰瑞德本人，而是伪装成跟我身穿一样盔甲的小士兵一。至于另一边躲在我方的托夫也是纳闷不解，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一切都是陷阱。他自认为自己的行踪没暴露是错误的，直接就导致了他所有收集的情报全都变了套。现在他必须赶紧跑路，并把这件事汇报给霍尔库斯。岂料我早就派人守株待兔，只要托夫有不寻常的举动，就可以把他送去黄泉路报道。果然和领主大人说的一样，有间谍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先前在领地里散播罗内拉病的家伙就是你吧？按照我们领地的法令，你这种家伙就算死个180遍都不足以抵消罪行，现在你只需要死一次就行，也算是便宜你了。与此同时，在另一边，霍尔库斯正大肆地行驶在小路上，他还嚣张地命令所有的马略卡士兵，胆敢反抗的人统统斩断4肢，甘愿投降的就在脖子套上项圈带回奴役。只要能拿下这场战斗，我们今后的生活必将衣食无忧。所以众将听令，给我高举武器，猎杀时间已到。结果就在他话落的瞬间，霍尔库斯一样也是立马当场，因为本应该不会出现在这里的我，却出乎意料的现身在此。没想到吧，霍尔库斯，不过我觉得你们应该高举的是盾牌而不是武器，因为接下来我要把我精心准备的大礼送给你们，如果抵挡得住的话，那也只能算你们命比较大。而随着埋在地下的魔法装置全被我激活后，阿克隆也是立马意识到了不对劲，他感受到了无数从地面传来的魔力流动，于是他当即就施展起了防御魔法，并命令那3名高价雇来的魔法师也一时施展。可尽管如此，在大范围的爆炸下，不会防御魔法的士兵只能任由爆炸射出的子弹一一贯穿，亦或是被熊熊的火焰湮灭其中。同时爆炸所产生的动静也被在大陆上的巴特曼给觉察到了，而他的第6感也在隐约地告诉自己，现在情况变得相当不妙，马略卡大军肯定是遭到了埋伏。不过巴特曼很快就镇定了下来，他觉得就算没有了马略卡，自己率领的部下也有个1800，于是他当机立断放弃了原先的计划，
就由他们罗内拉来歼灭敌人。毕竟在跟马略卡结成联合军的那一刻，他们也都是个怀鬼胎。只要攻打下了可利比亚，那接下来就是马略卡和罗内拉的决一死战。此时，随着爆炸的烟尘散去后，霍尔库斯的一只手遭到了重创。至于他的士兵以及雇来的魔法师，阿克隆汇报说是全军覆灭了。听罢，霍尔库斯后悔极了，他万万没想到我居然拥有如此强大杀伤力的武器。现在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阿克隆身上了。可就在他刚想让阿克隆想办法撤离时，我一个闪身突然出现，用手死死地掐住阿克隆的脖子，并利用浮空魔法径直地朝高空疾驰冲了上去。反观看着我居然有如此实力，阿克隆也是意识到那会我是为了隐藏实力才故意放低姿态的。我对他现在才知道感到了同情。等距离地面足足有10000米过后，我便松开了阿克隆，让其自由落体运动，并且我还给了他2个选项，是要为了避免高空坠落而死使用飞行魔法采集杀，还是说展开防护罩抵挡我的冰风暴魔法。此时此刻，阿克隆吓得都尿失禁了，最终他也是被迫选择了施展防御魔法，想法先抵挡住这道攻击，再在落地的瞬间用飞行魔法减缓冲击力保住性命。殊不知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当中。我虽然说给他选择的权利，但可没说射出冰风暴魔法后的我就不继续攻击了。随即我送上了增强力量的一拳，将阿克隆的防护罩给打碎掉。紧接着为了彻底送上致命的一击，我使出了地球上头的招式，把他紧紧的锁住。反观阿克隆则是瞥见了下方的紫色法阵，于是他便开始得意洋洋了起来。他自认为已经彻底搞懂了我的计划，随即他也是同时使用了增强力量的魔法，轻而易举就挣脱掉了我的锁技。这都是因为阿克隆是能将能力值适当均衡分配的4级魔法师，虽然在近身战展现了超弱的一面，但在魔法领域的造诣上，他可一点都不会觉得会输我多少。你特么就乖乖给我束手就擒吧，凭你这防护罩可挡不下我的这一击。而在我的防护罩被打碎后，阿克隆也是继续嘲讽道：“你杰瑞德究竟只会耍小聪明，我已经识破了你的小伎俩。你打算在最后落地的瞬间，利用下方的空间移动魔法次元门逃出升天，我则是在无法抵御强大的降落冲击下坠毁而死。本来还以为你的4级只是华而不实，看来是我阿克隆小看你了。可殊不知，阿克隆很快就会因为他的自以为是付出应有的代价。原来就在我准备给阿克隆施展出一招地球上头之际，他却在不经意间瞥见了下方的空间移动魔法，便就自以为是的觉得摸清了我的下一步计划。于是他赶忙施展了力量增加魔法，轻轻松松就挣脱开了我的锁技。别以为你这点小伎俩就能打败我。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打算利用飞行魔法，无法在近地面时抵抗垂直降落的强大冲击，让我坠落而亡，而你则趁机通过次元传送门逃出升天。虽然先前的我确实有点看不起你跟我同属4级魔法师，但现在我暂且收回这句话，你还是够格的。此刻听着他的话，我也是立马改变了对策，并且顺他的意摆出了一副被拆穿后的难受感。阿克隆见状便追加了自己最强劲的4级魔法好火球，不仅起到限制我行动的作用，还能加快自己的下坠速度。接下来轮到你选择了废物杰瑞德，是要使出全力挡下我的攻击，还是使用飞行魔法停止坠落？只可惜我给到你的选择都是死路一条，因为阿克隆觉得就算我还能在他的这一招中活下来，他也是第一个进到次元传送门的，要是敢跟着进来，他定会立刻遭到自己的反击。可殊不知阿克隆才刚被传送，他的脸色就当即变得难看了起来。次元传送门连接的位置并不是安全地带，而是一个提前设置好的陷阱。等我也传送过来时，我看着被数十根长矛贯穿身体的阿克隆，不禁嘲讽道：“看你的表情，似乎是很好奇自己究竟是哪一步出错了。但我想说的是，从你开始觉得次元传送门连接的位置是安全的，你就已经大错特错了。况且我的冰风暴魔法是由上往下发射，这会加速你的坠落。此外，我故意被你的拳头给打中，自然是顺你的意来。既然你那么想要自己进入次元传送门，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给你。自古都说傻人有傻福，可你这种傻子却自以为聪明的胡思乱想，直接演变成从头到尾都要被我的伎俩摆到。但你也没必要觉得能。你都犯下了诸多的恶行，也是时候去黄泉路上好好反省反省。而在把阿克隆给消灭掉后，我也是完成了龙虎相斗的任务，获得了15点的智慧作为奖励。只不过这算哪门子的龙虎相斗？阿克隆这家伙甚至没能在我的衣服上留下点伤痕。而在大陆那边，可利比亚临时组凑的400多人军团根本就遭不住罗内拉1800名士兵的连环轰炸，最后一道防线也来到近乎崩溃的局面。同时拉基斯发现到了一群正在老六的敌军，他们居然越过了对抗环节，直接朝着可利比亚的后勤猛冲过去。眼见海斯等人就要惨遭毒手，殊不知就在下一秒，敌军的士兵突然就被一股不明的力量给抡飞了。拉基斯高兴极了，因为保护后勤的人正是先前他依我的命令前去请回的欧森。不仅如此，他还带来了曾经可利比亚前领主巴雷特亲卫队100人，以及别动队900人。而欧森先前之所以如此的怨恨我，是因为原身强行给他下达了退休的命令。即便欧森极力的解释自己是誓死效忠可利比亚的巴雷特亲卫队，可却还是被原身以父亲不在了为由给终止了话题。但欧森其实都明白，浪荡的原身之所以解除了包括他在内的资深军人的职务，真正的原因是财政匮乏。至于原因，当然就是原身肆意的花钱潇洒，过着骄奢无度的生活所导致的。这也让那些看准机会的虫子趁机掌握了可利比亚。而关于可利比亚如今出现的变化，其实欧森他们都觉得只是偶然，秉着怀疑的态度。但直到亲眼目前了越发繁荣的现状后，
他们才念在前领主生前积累的仁德，决定再给可利比亚新任的领主一次机会。关于亲卫队，他们从过去就是陪着巴雷特一起征战的勇士，有着罗内拉以及马略卡军都望尘莫及的经验与实力。于是，在欧森的带领下，罗内拉也是很快就被打到溃不成军。无奈之下，巴特曼只好选择撤军跑路，否则等我这个4级魔法师赶回来，那可就只有死路一条能给到他。反观此时的我，则是追上了正在逃跑的霍尔库斯，而从他被我躲过去的那一拳，我敢断定他的实力无非就比拉基斯要强那么一点。这时，霍尔库斯突然对我发起了牢骚：“有种的话，你就下来跟我打，不要卑鄙的只会飞在空中。”闻言，我当即就施展起了火焰魔法，要我下来可以，但你同样也得从你那小马儿上滚下来。此时，只见一大坨火焰瞬间就将霍尔库斯给包裹了起来，而在我的这一招下，霍尔库斯也是直接就被我打到残了一大半。我早就知道你们压根没有要和平共处的意思，所以我才低调的隐藏实力，为的就是将你们统统一网打尽。说着说着，我又是几发魔法导弹就射向了霍尔库斯。罗内拉领地的烂摊子我会给你收拾的，我要清除掉所有存在的脏东西，把它一举改成最纯净的领地。可就在这时，霍尔库斯突然发出了阵阵冷笑，别以为杀了我一切就能得以结束。帝国的骑士团团长是我亲舅舅，要是他知道我被你杀的这件事，肯定会立马率领骑士团来替我报仇的。听罢，我则是拿出了那本承载着我对帕拉迪索所有记忆的笔记。知道这玩意是什么吗？现在我就来看看你刚说的布洛克斯伯爵会不会来替你报仇。此话一出，霍尔库斯人都麻了，你这家伙怎么会知道我舅舅的名字？我则是回应道，这本笔记可是老子不吃不喝通宵了整整1周写成的，里面有着专属于我的个人攻略以及人物记载。当时在写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你跟布鲁克斯伯爵有点关系，但你当真觉得堂堂伊蒂玛帝国的骑士团团长真会这么无聊来救你吗？就算他会来，这相隔5000公里的距离，其中可是有着4个王国以及14个领地，来的过程或许有那么一点点的难。如果你的脑子没问题的话，应该能猜出来跟不来的可能性哪边更大一些吧。甚至我还知道他是个对名誉很执着的人，对他而言，你无疑是一颗绊脚石。要我说，你就算死个上万遍他都不会鸟你的。至于接下来，当然就是赶紧送他去跟阿克隆一起好好反省。此时随着我施展起了大范围的冰冻魔法，我便询问霍尔库斯在临死前还有什么遗言，结果这家伙居然拔出了我插在他大腿的短剑，朝着我的位置就猛扑了上来。反观我则是在一念之间，就让这莫大的冰冻魔法全部都攻向他。最终霍尔库斯被冻成了冰雕，而他嘴里发出的凄惨哀嚎声，我就当成是他死前的遗言好了。等消灭掉了霍尔库斯后，我也是完成了第一次领地战胜利的任务，并获得了50点魅力的奖励。不过我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也是赶紧换上马略卡的服装后继续出兵。毕竟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始终只有一个，拿下罗内拉以及马略卡这2块领地。最终的结果是马略卡在一夕之间江山易主，罗内拉那边则是出了点小插曲，这都是因为一名本该不出现的大人物登场了。此人便是米塞利亚领地的领主卡普利伯爵。你猜的没错，他此次前来就是来当和事佬的，表示既然可利比亚已经跟马略卡合并了，那就代表着问题的主因已被根除。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毕竟自始至终我都没说过这问题的主因只出在一个人的身上。闻言，卡普利便给出了一个建议，那就让巴特曼领主向你们可利比亚支付赔偿金，并缔结休战协议。此时我趁着他说话的间隙，赶忙发动了洞察之眼，这才发现原来这个卡普利是想要独占罗内拉领地。可由于这家伙的特殊倾向，要么是 A 级坚韧皮肤，要么是 B 级魔法抗性，妥妥就是魔法师眼中的人形坦克。凭借我现在的实力，想要违逆做出反抗根本就不切实际。再加上他的领地大小和士兵都是目前可利比亚的2倍以上，乃是中等领地的佼佼者。所以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先答应他提出的建议，反正到时候我会从大陆北部往中部方向前进，中途就必须经过米塞利亚领地，届时再好好跟着傲慢的家伙算今天结下的账。画面一转，时间很快来到了深夜。此时在马略卡的一处地方，一支效力于霍尔库斯的犯罪团伙正收拾着钱财和面粉，准备偷偷来一波连夜跑路。可殊不知他的计划早已被我给识破了。这是一枚能100%克制魔法师的神器怀表，名为空间扭曲，只因它能在使用者的周围制造出一个半径20米的光圈，任何魔法师都必须要踏入这个领域，否则所施展的魔法都将被限制到近乎静止的状态。此时随着我蹲点抓到了准备跑路的法路亚，我便故意打趣的询问道：哪猴啊法路亚，这么晚了不睡觉是准备回家找女朋友吗？正好我手中有点资源，要的话我可以推荐给你。法路亚则嚣张的回应道：老子可没空在这里陪你玩。说罢间，他的手便顺势打开了胸前的怀表，这便是他持有的神器之一空间扭曲。见状，我当即就发射出数枚魔法导弹，老子比你更忙，不只要抓你，还得抓其他犯罪组织。而就在魔法导弹即将命中法路亚之际，空间扭曲骤然间闪起了刺眼的亮光，紧接着在法路亚的周围便生成了一个半径20米的光圈。只见原本还高速的魔法导弹瞬间就跟停止般飘在空中，这一幕可把拉基斯给惊得下巴都要掉了。难道说法路亚也是名魔法师吗？对此我给予了否定答复，并解释说之所以会这样，都是受他胸前那枚神器能力的影响。可目前我还只是个4级魔法师，要是能使用5级以上的魔法，就不会受到神器的限制。而为了让攻击见效，无论我愿不愿意，我都必须靠近到距离法路亚20米的范围以内。犯罪组织德克拉赫雷的头目，我要在这里当场处决掉。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听闻此话，法路亚便询问我，难道不觉得累吗？明明战争才刚结束，就这么急着想抓他，要不这样，你给我开个价，咱们一手交钱，一手当瞎子没看见，别再管我们的事了。我实在不想带着弟兄们跟新领主您发生正面冲撞。确实，要是真在这里打的话，拉基斯他们的确很可能会受重伤，甚至是丧命。但如果我在这里放走法路亚，法路亚今后的未来可是会跟蕾娜一样成为魔王军的一员，你的钱反正也会是我的，你没资格和我谈条件。眼见收买计划失败，法路亚便当即掏出了他的另一柄神器，乃是对魔法战特别锻造的抗魔剑。不过是赢了一个小小的阿克隆，就如此的狗眼看人低，老子的实力可比他要强得多。殊不知也正因如此，我才一点都不畏惧。当我的等级比对手低时，德鲁克的手镯就会触发选项5，致使我的力量智慧数值都提升到原来的2倍。准备好做一场好梦了吗，混账玩意！话落间，大战也是一触即发。此时看着朝我快速袭来的法路亚，我便准备使用魔法导弹来逼迫他走位。岂料法路亚一上来就放出了自己的杀招快刀漏，轻轻松松就砍爆了我的攻势。由于法路亚清楚魔法师最忌惮的就是敌人近身，所以他便就不断发疯似的朝我猛扑而来。反观身后的士兵见我似乎受到了威胁，当即挺身而出，想要替我阻止住法路亚近身的打算。可对此我却是慌张极了，毕竟双方的实力差距太悬殊。结果还没等我命令他撤退，法路亚的一剑早已落在了他的盾牌之上，并将其劈成了2半。好在法路亚并没有继续下死手，而是把士兵当做了跳板，顺势腾跃而起。迫于无奈之下，我只好使出了敌我不分的闪光弹技能。见法路亚已经被闪得睁不开眼睛，我又是几发魔法导弹就射向了他。当然在此等超近距离之下，法路亚自然是逃不过被轰炸的场面。与此同时，他也很是纳闷，明明这家伙的定位是魔法师，却对近身战的技巧很是上手，就连魔法导弹的施展速度和强度都非比寻常，感觉自己就像是在和4个阿克隆对打一般。难道说杰瑞德的实力已经达到了5级了吗？突然间我对法路亚鼓起了掌，不得不说你还是有点实力，但是你这种依赖于神器的本事注定上限不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可能连打我底下的士兵都费劲。法路亚闻言气得肺都要炸了，本来霍尔库斯的话就已经够唠叨了，你居然比他还要多得多，可这明明就是事实，我一点都没有说错的地方啊！而且只要我在20米的范围内和你对打，你那空间扭曲不也跟普通饰品没啥两样？特么赶紧给老子闭嘴！话落间，法路亚直接爆衣，启动了他那特殊倾向暴走的第2阶段，紧接着便挥舞着他的刀朝我展开了猛烈进攻。可对此我却并不想跟他正面硬刚，而是不断的跟他拉开身位，找准一个时机。但不得不说，这家伙的敏捷还是比我要快得多，所以我只好借助地形在巷子里来回穿梭。若是遇到长长的直道，我就利用魔法攻打墙体，让法路亚没办法轻松的近我的身。可就在这时，法路亚跟开启了见闻色霸气一般，他居然预判到了碎石的下落轨迹，直接就把劣势强行转变成自己擅长的优势。对此我虽然感到了些许惊讶，但也是立马就想到了应对之策。眼见法路亚距离我越来越近，是个脑子正常的人都想得明白，接下来的一击将会是他的全力。终于，法路亚总算是挥刀砍到我了，怎料下一秒他的神情骤变，因为他仅仅是将我的披风给卸下来罢了。反观利用了闪现术躲避的我，则早已凝聚起了雷霆闪电，并且有着手镯噩梦属性的加持，其威力可是增强了不少。于是我赶忙抓住法路亚攻击间隙的这个时机，一发组合技就轰了下去。等烟尘散去后，被我这招打中的法路亚跪倒在地上，气喘吁吁。看你这副狼狈的样子，要不还是趁早投降放弃吧。倘若是剑对剑的战斗，你的胜率肯定是最大的一方。你的速度的确很快，每一击也都是十分强劲的攻击，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完全没有打算进入你的攻击范围。而对于我的分析，法路亚也很是赞同，可他表示刚刚的实力才不是他的全力。此刻只见他周身环绕起了凶猛的斗气，他跨越了暴走的第3阶段，直接一口气升到了第4阶段。既然你的判断力这么好，那你就来猜猜这场战斗的赢家会是谁？闻言我则是不屑地回应道，赢家肯定100%是我，因为我有1000足的把握在手。岂料我的狠话才刚放下，法路亚一个下蹲猛的蓄力，速度尽快的化成了一道残影朝我冲来。只是看到他那副计谋得逞的样子，我就忍不住想要笑。随着法路亚的刀尖处传来刺穿身体的声音，下一秒他的哀嚎声竟响彻了全城的大街小巷。这是因为他的攻击命中的并不是我，而是他自己。反观此刻的我则不禁咧嘴一笑，你可比我想象的还要好骗呢，法路亚。没错，我早就把打败这家伙的关键锁定在了他暴走的特殊倾向上。他不同于先前打败的德鲁克，德鲁克是处在实力逐渐衰减的状态下，而法路亚则是能在战斗中不断成长的狠角色，一旦逮到机会，就足以给到对手瞬间毙命程度的攻击。只是在身体各项数值得到踩油门般提升的同时，他的情绪也变得越发的失控。他的这项特殊倾向明显就是一把双刃剑，所以我就故意用言语激怒出最强的法路亚，再让他用最强的自己打败自己，而我则只需要用空间传送魔法介入其中，就足以完胜这场对决。接着我拿出了法路亚在秘密流通的面粉，知不知道你卖这玩意毁了多少家庭，又让多少人因此丧命？不过像你们这种8字亡命的家伙，估计也根本不在意。所以今天我就用这样不该富裕之人的不义之财，当做是陪你下地狱的礼物送给你。记得你们宣传的时候都会这么说，这东西可是爽到就算死都会笑的极品，所以你就笑吧，给老子笑着回炉重造。至此我便完成猎老虎的任务。关于马略卡领地的治安与忠诚度也是立即上升到了最大值100点。可尽管马略卡的最大
势力头目法路亚已经下台，领地却也还残存着许多犯罪组织。于是我命令手下的所有人必须在天亮前把这群家伙全部一网打尽，从组织的头目开始抓起。倘若有人敢反抗，绝对不许留活口。等到了天亮后，那本该是罪犯天堂的土地已经不复存在。同时，我所展现出现的风采，也让生活在马略卡的居民亲眼目睹。纷纷开始迎接这位新崛起的王。反观拉基斯的忠诚度也是得到大幅度上升，他很敬佩我总是能运用奇妙的知识解决看似不可能化解的难题。此外，由于拉基斯的忠诚度达到了200点，他已经进入了第一次觉醒的状态。可在这之后，我很快被马略卡之前堆积如山的公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该说不说，我这根本就像是被霍尔库斯摆了一道了，老子根本就没空和这些文件日夜奋战。我占领掉马略卡是有非常重要的2件事要做。其一是攻略位于马略卡附近的古代陵墓，获得更多的力量；其二是找到具备特殊技术的人才，才能将藏在地底下的资源之一凯尔迪亚开采出来。虽然这玩意问世的时候是在13年以后，但因为它的硬度比铁要高得多，所以若能事先弄到手，肯定就可以在武器方面占得巨大优势。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海斯，记得在可利比亚的时候，都是他陪在我身边帮我处理公务的。可现在他已经觉醒成为了治愈师，不能让他继续做这种不利于变强的事情。于是我决定了，从即日起，我要开启马略卡的人才发掘计划。结果我才刚旁听到有几个合适的，却发现他们不是被霍尔库斯给处死了，就是被流放，甚至是连夜潜逃了。不过既然这样，也不足以消磨完我的斗志。直到我在马略卡领地游荡了7天7夜后，我才发现这里竟真的没有半个可用之才。此刻的我只感到一种无力感涌上了我的心头，因为我的知识和洞察之眼还是头一回碰到毫无用武之地的情况。这马略卡特么妥妥可以说是被神抛弃的领地都不为过，而且由于很多领地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内政方面的农业和商业的数值也是达到了很不满的处境。就在这时，拉基斯突然找到了我，他说在马略卡领地的迪巴尼村出了很严重的问题，据说该村在不久前有新官上任，但却一直没有投入工作，整天只顾着喝酒画春风图，所以村民们便就哭着跪求拉基斯务必请求我这个领主能帮助他们，让村庄能够重新运转起来。而在听完拉基斯的报告后，此刻的我早已进入红温状态，直接堪比法路亚暴走的第4阶段。于是很快我就找到了在迪巴尼村摆烂摸鱼混薪水的家伙，只是这挂满了屋子的春风图直接就让众多士兵开始沦陷其中，议论纷纷。与此同时，一句男声从暗处传了出来，请问你们来这里有何贵干？此人便是这迪巴尼村的行政新官尤利安。我对他开启了洞察之眼，却意外地发现，在我遇到的各自具备天赋的人才面前，这家伙居然是最接近完整体的一个。他的特殊倾向有 S 级的行政专家、A 级的经营高手以及 A 级的多重业务处理能力，并且因为他的特殊倾向具有协同效果，直接就让他智慧数值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而由于对方的无理质问，拉基斯本想着抄他几句，却被我当即给叫停了。问话环节就让我来吧。所以尤利安，你为什么这段时间都没照料村庄？领地给你俸禄，应该不是让你整天饮酒作乐无所事事。结果尤利安却反手一句，这是微不足道的工作，让我干简直就是大材小用。此话一出，拉基斯想瞎了他的心都有了。知不知道现在问你话的是领主大人，居然敢说出这种不伦不类的话来。反观我则是想到了一个妙计，你到底是不想做，还是你本来就做不到？闻言，尤利安依旧保持原来的态度，他就是不想做，并且为了证明自己，他便让手下把先前积累的公务全都准备好。现在他要从小案件开始，并在2个半小时内全部处理完毕。最终尤利安不仅证明了自己，还让所有人都明白他那股自信究竟从何而来。随后我便叫走了其余人，决定与他来场更深入的交流。等房间只剩下我们2个，尤利安则率先跟我道起了歉，先前没有好好照料迪巴尼村是我的错，不过那也是因为只要我有心除，那些问题都不用花太多时间就能得到解决。对此我并没有继续责怪他，至少他让我这一趟不算白来。怎么样，我的人品有通过你的考验吗？居然被您给觉察到了。那请让我问您一件事，领主大人的梦想是什么？而关于这个问题，尤利安同样也问过马略卡的前3任领主，可他们的回答却没有一个是被认可。因为尤利安觉得堂堂领袖野心应当要比所有领地居民的梦想总和还要庞大。殊不知，就在尤利安以为这回的结局又要重蹈覆辙之际，我的回答竟让他豁然开朗了起来。老子将会成为这片大陆最顶尖的佼佼者，绝对不仅限于一个治理小小领地的无名君主，我要当世界的主角。此刻的尤利安被我的话给震慑在了原地。这个梦想在尤利安看来，甚至要比所有生活在大陆的人加起来还要大得多。那就请您在今年年底当上伯爵，或是成为中等领地的领地，来证明您今天所说的。闻言，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如果方便的话，还请你能在一旁监督下我。突然间，尤利安哈哈大笑了起来。他表示自己当然没有理由离开一个能不断引发他尊敬之情的领主，同时这也是在有前提的情况下。若是我无法完成他提出的要求，那他便会毫不留恋地离开领地。至此，掌管马略卡领地整体内政的总行政官正式上台，由尤利安任命。而在过了差不多1周之后，马略卡很快就安定了下来，可却也因此让可利比亚的家臣们找上门来。他们在听说了尤利安的事迹后，便亲自来到马略卡，生怕年轻的行政官会让领地的经营出状况。直到亲眼见识了尤利安的
实力，他们这些人甚至都开始崇拜尤利安了。与此同时，我决定取消了海斯女仆的职位。听闻此话的海斯不明所以的浑身颤抖。难不成您的意思是说我没有资格继续当女仆吗？虽然对他的脑回路有些无语，但我还是耐心解释道：你现在已经是治愈师了，值得拥有更好的待遇，所以可以不用继续当女仆。可即便解释明白了，海斯依旧说他绝对不要让别的女仆来服侍我。如果不让他当女仆，那他也不要当什么治愈师。此情此景下，我想杀了他的心都有了。无奈之下，也只好取消了这个命令。殊不知就在这时，在我身后的吊坠突然漂浮了起来，并发出些许灵异的声响。这玩意是我在打败法路亚后搜刮到的，名为马哈特三世的眼泪。虽然平时只是个能将所有数值提升25点的普通神器，但其实它的真正用途是能开启深埋在马略卡领地之下古代陵墓的钥匙。只是当初对于古代陵墓的位置，游戏的开发团队甚至就连个小小的提示都没给。最终之所以被发现，是因为在一个研发者的个人社交照片上，镜子所映出的画面正是古代陵墓的确切方位。如今马哈特三世的眼泪有了反应，便意味着我可以开始攻略了。就这样，我带着海斯一同前往，毕竟他的方向感比我好得多，届时能帮到我很多的忙。等找到了那棵树后，在我们周围的沙子突然莫名的涌动了起来，下一秒赫然形成了一副人脸的样子，而他便是马哈特三世最原本的模样。究竟是谁胆敢闯入朕的陵墓？殊不知就在他见到来人是我时，他竟说出了一些让我匪夷所思的话。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诅咒之人，你现在退下还来得及，否则当从你的诅咒与我的诅咒引发共鸣的那一刻起，世界将会就此堕落。反观此刻的我则是震惊不已。我记得这家伙在游戏中好像没说过这段台词，难不成这马哈特三世知晓我的存在？结果就当我想询问一探究竟时，他却以没必要再多加交谈结束了话题。既然如此，那我们只好等到了那里再见时再好好聊聊。说罢，我当即就冲他疯狂地砸去魔法导弹。而随着马哈特三世消散后，在他身后便出现了一个漆黑的洞穴，正是那古代陵墓的入口。进入后，我和海斯一起探索了陵墓的前半部分。虽然我知道这是不会有敌人出没的安全地带，但陵墓里昏暗且路线复杂，为了避免中途迷路，得做好攻略前的调查。先前的法路亚之所以拥有成为魔王军巨头的能力，都全靠着他在这里盗墓得到的神器。至于后半部分，那就可谓是危机重重。最终的 BOSS 马哈特三世曾一度让许多工会都覆灭其中，因此我更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否则可能是一个不慎都会当场立坟原地升天。等几天后一切准备就绪，我叫上了目前被我认可的精锐成员与我一同前往，分别是伊莎贝拉、克洛伊以及艾拉。画面一转，此时的我们已经抵达了古代陵墓挑战的入口处。突然克洛伊疑惑地询问我可以理解领主大人您找他们二位帮忙的原因，毕竟师傅是高强的剑士，伊莎贝拉姐姐是咒术师，但是我为什么也……他的话没说完便被我给截停了。实话不相瞒，这里最重要的人就是克洛伊你了。克洛伊虽然很是懵逼，但他很快就会明白了。而随着我们走完前半部分的迷宫，我告诉了他们接下来必须依序突破多个石狮关卡，才能够抵达 BOSS 所在的最后一区。至于此刻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大门，便是古代陵墓真正的入口处，镇守在门外则是一些小怪尼偶士兵。伊莎贝拉，你就用我跟你说明过的方法开始吧。下一秒，只见伊莎贝拉蹲下身子，使出了一招黑体召唤镜，以此攻打了门外的4只尼偶士兵。在意识到是有入侵者后，尼偶士兵也是当即就跑上去迎敌，但也仅仅是面向于攻击他们的入侵者，直接把其余的我们给忽略越过。等轻松将这些小怪给解决掉后，伊莎贝拉感觉这情况真的很神奇，没想到真跟你说的一样，都只会攻击我，可为什么他们竟完全无视眼前的你呢？对此我便解释道，这里的尼偶会率先攻击黑魔法师以及咒术师，很可能是因为双方有着类似的力量导致的。不过既然已经收拾掉了守门的，那就开始来波乔装打扮。没错，我们戴上了提前制作好的尼偶士兵面具，正式踏入了副本挑战。而看着面前出现的震撼场面，艾拉也是感到了些许惊讶，没想到在地下里居然有这样规模的军队。杰瑞德这家伙究竟是怎么得知这样的情报的？他有这种反应自然也是合情合理，毕竟我可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这一关卡的尼偶基本数量是在2500分，加上有增加和入侵者一样数量的被动效果，现在总共就是2504尊，因此就导致了过去那些大型工会到这里就开始陷入了苦战。不过我们之所以可以不用战斗，安全的从这群家伙身边走，都是多亏了克洛伊在我制作的面具上赋予了伪装效果，即便他们的眼睛是空洞，智商也不高，但要是没有克洛伊的这项能力，我们就算再不显眼也很快就会被识破的。而在听到我的夸奖后，克洛伊也是立马害羞了起来，可这也直接让伊莎贝拉吃起了醋。明明刚才我的作用也很大，你为什么不夸我？无奈之下，我也只好被迫营业。刚才在入口那里的精准打击实在是太赞了，不愧是你啊，伊莎贝拉。而在这关卡的最后方，一只巨型的尼偶赫然出现在我们的跟前。见状，伊莎贝拉感觉这家伙有点类似于不死，却又有点说不出来的不一样。闻言，我则是解释道，这是因为君王马哈特三世在长眠之前向百姓施下了一道诅咒，让百姓们变成了这类不会死又不是人的状态。由于很难让所有人都维持最初的样貌，阶级低的就会慢慢变成尼偶的样子。不过也有一部分的尼偶还保留着原本的身体，他们就是比较难对付的关卡镇守怪物。可殊不知
就在这时，那只巨型泥偶突然就朝我们发起了进攻，好在我们反应及时，这才没被这家伙的泰山压顶给伤到分毫。只是在我的印象中，他应该跟泥偶士兵一样不会攻击我们的才对，难不成是游戏转变为了现实的同时，副本内也发生了些许变化吗？而随着巨型泥偶再次朝我们猛攻过来，艾拉直接就拔剑蓄力了起来。虽然他的剑气是成功把他给拦停了下来，但巨型泥偶却是连丁点被伤害的痕迹都没出现。同时，这也让艾拉当即懵了个大逼，就算我没使出全力，他怎么可能连道刮痕都没有？反观艾拉的话，也让我想起巨型泥偶还有一项被动。于是我在艾拉准备使出全力应对时，急急忙忙的闪身来到他的跟前，紧接着对巨型泥偶说了一句马哈特30万岁的话。下一秒，这家伙竟就停止了攻击，转身离我们而去了。对此，艾拉不禁感到有些好奇，你这是什么魔法？居然只用一句话就让具备攻击性的泥偶主动离开。我则是说到算是某种暗号，并解释他之所以无法对巨型泥偶造成伤害，都是因为对方已经处在无敌的状态下了。每个入侵者会使巨型泥偶触发无敌被动的概率提高 0.1%， 只是没想到居然才 0.4%， 居然就被我们给碰上了。但同时也因为它是诅咒所诞生的产物，所以有着极其严重的副作用，比方说无法离开特定的区域，或是智商明显的低下。像刚刚巨型泥偶就是傻到无法辨认出我们是敌是友，才会二话不说就突然攻击的。而在听了我的解释后，艾拉也是略懂了一二。那我盲猜你刚才说的暗号就是类似马哈特30万岁的话，也是他们之间为了预防这种情况发生才定下的专属暗号。只是这种事怎么连你也会知道呢？为此我则是笑笑的回应道，你就当做是我提前做足了功课才有的成效。随着我们来到了第二道关卡，这次我们即将面对的敌人是马哈特3世的祭司长太阳与月亮，他的被动是智慧会依据入侵者的数量上升而增加。接下来就麻烦艾拉和克洛伊你们按照作战计划吸引他的注意力。反观祭司长则是召唤出了小怪，并给他们施加了力量和敏捷增加的魔法棒。情况也如先前的那般，这群小怪会率先攻击伊莎贝拉。与此同时，克洛伊趁着祭司长在说开场白的间隙，直接高高跃起，在他身上留下了重重的划痕。至于艾拉则是嘲讽起他们来，我已经懂你们的阶级关系了，马哈特3世9成9是将你们当成是消耗品看待。对此，其中的月亮头颅立马就怒怼道，我们是君主的忠臣，才不是你口中所说的消耗品。闻言，艾拉继续追加嘲讽，就算你把话说的这么好听，不也是心知肚明的，你们不过只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傀儡罢了。而在艾拉说话的瞬间，另一太阳的头颅开始反思出现了怀疑，这也直接导致了这怪物的身体出现了分裂现象。可对此，月亮头颅似乎并不知晓，朝着艾拉就猛扑了上来。见状，克洛伊打出了一个完美配合，他先是闪身出现在这月亮头颅的背后，紧接着双剑猛砍掉了他与另一半尚未分裂开的身体，最后再由艾拉的一招贯穿突刺送上了一记致命的攻击。照目前的情形看来，这个打击敌人心智的作战计划相当成功。反观另一边的太阳头颅，他也在伊莎贝拉的色欲咒术下化敌成了手下。很快在攻略了2个半小时后，我们也总算是击溃了共计29间石室，也就是说剩下的石室仅仅只有2间。前方的是武装将军黄金雄鹰所在的关卡，打败他的方法很简单，他的弱点是背后，只要持续攻击累积伤害就可以了。而这家伙之所以能在游戏中独立挡下整个工会联盟，都是因为他除了有着各项能力值会随入侵者的数量上升增加外，还有着一击必杀的技能。如果你们这群下贱的人不想死的话，最好别来妨碍主君的长眠。